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2026开年巨战，迪丽热巴、白鹿、孟子义齐聚，3部古装大剧正面硬刚，你喜欢哪部？家人们，2026年的电视剧市场还没正式开锣，火药味已经呛到嗓子眼了。这可不是一般的神仙打架，而是平台、资本、明星和观众审美的一次全面对撞。开年最炸的场面，莫过于3部 S 加古装大剧《木须辞莫离》上公主的迪丽热巴、白鹿、孟子义3位当红小花各携搭档，从奇幻虐恋、重生权谋到宫廷甜宠，把开年档直接卷成了修罗场。但如果你还以为这仅仅是明星脸和 IP 热度的比拼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预约量破800万，豆瓣微博评分8.2，热搜天天见的背后，是一场关于古装剧生存法则的残酷进化。观众早就受够了塑料特效和面瘫演技，现在的口号是流量就不了扑街剧，诚意才能换真口碑。这场开年大战，从一开始就撕下了市场的伪装，告诉我们一个真相：古装剧的战场已经彻底变天了。宅斗101，同质化红海里的恶女突围。古装赛道的拥挤，在2025年底就已预演。李一桐的《金枝》，虞书欣的《云出令》，田曦薇的《嫁金钗》3部宅斗剧先后官宣，因为题材相似，剧名都带金字，被网友戏称为宅斗101。这场隐形厮杀背后，是资源置换、墙角换角的行业暗流。虞书欣因商业价值更高，取代李沁成为《云出令》女主。张云龙弃演金枝转投《云出令》，金枝则火速找来陈星叙救场。题材扎堆迫使项目必须在设定上寻求差异。嫁金钗让田曦薇一人分饰底层叶湘妇与侯府千金2个恶女，走我斗我自己的暗黑互斗路线，未拍先火。金枝则试图跳出宅斗，融入宋代市井商战，讲民间少女顶替郡主后搞事业的故事，搭配二婚王爷的男主，主打古代合伙人。然而，当女性逆袭成为流水线公式，市场疲态已现。2025年《一笑随歌》等剧表现未达预期，让平台对创新更加谨慎。这3部剧的命运，成了2026年古装市场风向的早期试纸。平台王牌从数量堆砌到质量内卷的生死局，不仅是宅斗，整个古装赛道都在经历一场残酷的提质竞赛。以往储备丰富的平台，如今也压注于少数几部 S 加级王牌。例如，某平台2026年重点古欧仅3部：白鹿、程磊的《莫离》，刘学义、谭松韵的《兰香如故》，以及丁禹兮、邓恩熙的另一部《兰香如故》。这种收缩意味着每一部都是不能失败的压箱底之作，竞争从数量竞争转向了质量内卷。莫离被视为品质担当，其改编自小说《盛世嫡妃》，由擅长古装叙事的导演林玉芬执导。平台预约量达137万，被列为最受期待古装剧之一。它的卖点在于双强权谋 CP 和细节打磨，试图用扎实的剧情和质感赢得品质剧口碑。而《兰香如故》则试图在虐恋中融入母女线、女性互助等温情元素，形成虐中带燃的独特观感。这场内卷的结果，将直接定义年度剧王的标准。实力派破局，用敬业与深度重新定义爆款。当市场对流量明星排列组合产生审美疲劳时，另一种力量正在崛起。演员程毅在2026年携《长安24记》《狐妖小红娘》《王权篇》《英雄志》3部题材各异的古装剧来袭，涵盖权谋、武侠、仙侠。其备受关注的原因并非单纯流量，而是极强的敬业精神与对角色深度的挖掘。拍摄《长安24记》时，他吊威亚制狩猎仍不用替身，在《英雄志》中，
他自掏腰包请非遗师傅制作戏服，并科普古兵器知识。这种对专业的极致追求，正在改变市场格局。有观点认为，程毅有望成为2026年古装剧领域的最大赢家，其作品的高热度和卓越品质远超外界预期。这背后反映的是观众对高质量剧集的迫切需求，以及市场回归理性、追求本质的趋势。它证明，持久的实力与专注投入远胜于短暂的热度，也为流量演员证明提供了新的路径。美学进化、服化道的考据与国潮的兴起，观众审美的提升，直接体现在对制作细节的苛刻要求上。无考据不精品已成为业界共识。古装剧的美学进化论早已悄然上演，从《琅琊榜》打开精致化大门，到《清平乐》极致还原宋代官服、珍珠装，古装剧的颜值竞赛早已超越简单还原，进入风格化与年轻化表达的新阶段。这种考据匠心正在驱动国潮风尚。例如，墨雨云间考据古画再现珍珠装，在社交媒体引发复刻风潮。梦华录复现的点茶技艺，藏海传融入的昆曲，都让非遗文化成功破圈。更深远的影响在于产业联动。长安12时辰对盛唐街市的还原，直接催生了西安的沉浸式旅游项目。梦华录的市井景象也成为文旅开发依据。古装剧的文化影响力，完成了从情感共鸣到行为引导，再到产业驱动的跨越。叙事革新，古今对话中寻找现实共鸣。当下的古装剧早已不是简单的历史复刻或架空幻想，优秀的创作者致力于在古今对话中实现价值共振，让古老的故事照进现实。其共鸣来源于3个层面：人类共通的情感，如《琅琊榜》中的信义与担当；文化身份的认同，如大明风华唤起的天下兴亡、匹夫有责；以及与现实生活的连结，让古代故事成为当代社会的镜子。庆余年李范闲对公平的执着，梦华录中赵盼儿的独立创业精神，都让年轻观众看到了自己的影子。这种叙事革新，使得古装剧摆脱了历史空心化的批评，成为一种连接历史与现实、沟通传统与青年的重要媒介。观众在观看中不仅消费故事，更是在确认文化归属，寻找现实困境的隐喻与解答。当开年的战鼓擂响木须辞，需用特效和剧情打破扑街搭档的魔咒。莫离要以权谋质感扛住8.2分的高期待，上公主的在甜宠套路中杀出落地的新意。而在这片喧嚣之上，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浮出水面：当精品化成为全行业口号，当服化道考据和叙事深度被无限推崇，一部古装剧最终打动人心，乃至成为经典的，究竟是那些可以量化的数据与精致的皮囊，还是那份穿越时空、直击人性深井的微弱却坚韧的精神之光？这场较量早已不止于3部剧之间。